我要接受我也脆弱，接受有的时候我有小女人，我也想要被人家疼爱那一面。我讲起来我都鸡皮疙瘩，可是我事实上，对，我事实上是有这样的渴望，要不然为什么会看这种白痴的韩剧，然后每天在 Oh my God， 就是还是有这种渴望。只是那我问你，你最喜欢的南韩星是谁？哦，我是 BTS。等一下，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强悍吗？我年轻的时候是老师会叫你说拜托你不要再讲话的那种，很爱讲话的，很爱讲话，所以你是非常爱。我是蛮外向倾向的，小时候就蛮爱讲话的。所以我在台湾受教育，其实那时候就是我妈都哭了嘛，因为老师就是好像跟我妈讲说，这个小孩念书也不行，然后有点不检点，跟男生一起玩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妈回家有一次就自己哭了，以后后来我们家就移民到澳洲去了。就觉得说啊，我女儿如果在这里，一定就是已经被老师看成是小太妹了。是不是从以前到现在，很多人看到你的脸，然后都还没有跟你讲话，就会很害怕了？是怎么样？很严肃是不是？就是好像隐隐约约有一种杀气。杀气。我现在已经充满母爱了，好吗？我跟你说，你知道来我们这边录 podcast 的，任何一个女士，女性，没有人单喝 whisky 加冰块的。哦，真的吗？对，是第一个。你是第一个，就是看得出来在外面混过。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是因为我是 INFP， 就每次他 INFP 的时候，我就点进去看。有一次我居然看哭了，真的。讲到什么东西会哭？他讲了一句，他说：“你们辛苦了吧？”对，因为那个 INFP 的人脑子里面就会很多幻想。创意啦，对，然后可是其实当时在身边的那个大人其实是不理解的，是就忽然觉得你被理解到了，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好像大叫一声，就看我真的很辛苦。我曾经担任这个加害者的角色，因为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是怎么看这样子的人的，就是我会觉得 OK， 你现在在干嘛？就是讲重点，就回到这个地球上吧，快点。你现在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在中年以后，我就发现说，哇，真的很对不起曾经面对的这些人，就是没有尊重他们的脚步，就是有一点督促他们，或者是带的不耐烦，怎么会这样子的眼光在看他们？所以我会觉得啊，真的是辛苦了，要面对像我这样子的人。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情感或者什么的，可是大家好像很强迫你要赶快的把它收回来啊。对，就是说好像该做的事还是要做一做啊，不要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面啊，或者是自己的情绪里面等等的。我们的社会老是叫人家不要过度感情用事嘛，对不对？理智一点。有一个叫做 Dario Nardi 的脑神经科学家，他就观察说，透过 MBTI 看每个人的脑波是怎么样。那发现内向倾向的人啊，吸收到讯息以后，他整个脑都会亮过以后，他才会回复。可是就是外向倾向的人，他其实只有认知的地方，就是一个地方亮，他就可以回应了。所以好像外向倾向的人，你会觉得他好像反应比较快。对。因为外向倾向的人比较可以边讲边想，所以他讲话他的创意，他是我们两个就是互相有火花，对不对？就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是不是这样子？不对哦，好像那样子比较好，是不是？就这样的过程中，他在思考，他的思考的这个 process 的过程是放在外面的。可是内向倾向的人，他在自己的脑筋里面，所以会觉得你的想的这个过程比别人长。但是其实不一定是长，只是他在里面。外向倾向人有的时候想的是在外面啊，这有点不太一样。对，说明是内向的人想的比较全面，有可自己这样想，因为我算是内向的人，想的比较全面在发言吧。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哦，不会啊，我都是讲了以后才说 ，oops， 我好像不应该讲这个话。你说
你在年纪越来越长了以后，会比较去理解这样子，像我这样子的人。可是是你学了这个以后吗？我觉得是自己真的是失败过后，就是一直在谷底，就是有一点类忧郁症一阵子后才可以理解。就是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类型的人，如果一帆风顺，然后都成功，就会觉得我的逻辑是对的，我这样才是对的，大家应该像我这样子。那我觉得要30岁到40岁就自己创业，然后一直就是觉得很努力，可是达不到我的目标，达不到我的期待，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被身边的人肯定。在那种情绪的谷底的时候，我觉得你才能看到不同人的想法，你才会去愿意接受。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强悍，我是很了不起的时候，你怎么跟我不一样的人就是不对的嘛。但是你发现说，用我这样子的思维做到最后也只是这样子，也没有我想象的成功。我以前最讨厌人家掉眼泪，我最讨厌女生就是哭，就是哭什么，就起来把事情做完啊，就是干什么在这里，就是我很讨厌人家很脆弱的样子。但你自己到那种身不由己，就是已经很脆弱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啊，原来真的这么无助，这么脆弱是这样子的感受，然后才理解说，哦，原来当这个社会跟世界是站在你对面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就会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才开始有开启这种同理啊。对，学玉老师刚在讲的时候，我就很记得我以前讲过一句话，我最讨厌那种我讲一句就哭的人，因为我的重点在第3句。就是还没开始，还没开嘛就给我哭，老娘还没讲到重点你就给我哭，真的重点在第3句，你哭什么？害我讲不到第3句，然后我就气。对，而且我特别对于女性哭这件事情特别的反感。我觉得看到男生哭我还好，就对于为什么呢？对于女性哭，我觉得以前就会一直特别觉得说，你就已经社会上看清你了，你就给我站挺一点，你就争气一点，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是弱者。所以我觉得女性表现脆弱或撒娇，或者是就是哭，这个对我来说触发更大。男生哭我都觉得还好。为什么你会对女生哭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反感，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以前会觉得说女生不能哭？我爸以前就说，你再哭就不姓夏，哭就去厕所。但你哭完以后再回来。对，但那是爸爸的要求嘛。对。但你之所以不喜欢这件事情，一定有比你爸爸要求更多。我觉得我看到我父母的婚姻关系里面，就是说，不管是我父母关系或者其他的婚姻关系，我觉得好像就是男性是比较强的，女性好像是依附的。就要温柔。对，就要怎样。但是我不觉得应该这样子。那我奶奶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性，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怕她，然后其实可以自己掌权，我觉得这样子好像还不错。然后老实说，我觉得我在看到我妈妈在婚姻里面，她其实也是就是为家庭一直付出，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就是以我们3个小孩为她的这个人生的中心点，然后想做一个好太太，做一个好妈妈，可是就觉得这样子不快乐。所以我觉得哭有一点是把你的脆弱放在外面，我觉得你越脆弱，好像别人就越看不起你。大学因为我念的是哥大的女校嘛，所以在那里在学习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些女权的运动啊，还有就是很多社会上的不平等，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说实在，因为我上班的前7年我在旧金山，然后其实旧金山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城市，所以那个时候说实在没有特别的感受。我其实已经管很大市场，那时候做媒体就是卖广告，可是我记得有些时候的这个电视台的这个业务总经理来，都会有点说啊，你好像跟我孙女一样大，你跟我女儿一样大，好像就是有一点就把你压在底下。对，就是偶尔会有这样子，但是真的歧视或者是看清，我觉得还好。我倒是回来台湾以后，
就有很严重这样子的感受。我自己觉得蛮明显的，就是我生小孩的时候。完全对啊，就是以前的框架就是你一定要传宗接代嘛，然后但是到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没有了。有，一直都还是有。像我们生2个女儿嘛，然后大家就会问说，那你要不要再生一个男的？我懂，我也是生了2个女儿。那我第3个，我为什么我觉得我对我儿子有点不好意思？就是第3个是没有规划的生的，然后每次人家问说，老3是儿子，大家的假设就是你一定最疼老3，你一定怎么样？我觉得这让我非常生气，就是你凭什么这样子认为？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我反而特别对老3就是没有特别的照顾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不喜欢人家这样子说。然后我必须要讲，你看我工作这么努力了这么多年，我这辈子在台湾没有受到这么多肯定，就是我生了老3是儿子之后。天儿啊！就是我就觉得老娘努力了这么久，然后这一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对，这个是完全不是你努力的，跟你的努力无关，这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就是反而是大家觉得好棒棒的点，我觉得这一点蛮伤的啦。对，这棒个屁！对啊，这个我们总希望人家看到我们的努力，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控制。对，而且你知道，其实有一个报道，就是世界上就是最幸福的家庭，其实是生2个女儿的，是排名第1的。真的，你看奥巴马也是啊，我有很多朋友也是生2个女儿，然后我们都一直排名第1，等到生了儿子就马上掉到第8名还是第10名，怎么会变这样？生2个儿子呢？我忘记了你可以查一下有这个排行，就他们做 research。生2个儿子应该20名吧之类的，就是对，听起来蛮辛苦的。对，比较辛苦。儿子的体力实在太好了。我一个朋友生2个儿子，然后一直很想生女儿，他以为他第2胎是女儿，他好想生女儿，他就说：“你觉得我要不要再怀孕？”我真的好想要再生一个女儿。我说：“那你如果第3个还是男的怎么办？”他说：“我朋友就是第3个还是男的，那就直接炸掉。”这件事情好吊诡哦，因为都已经什么时代了，怎么还会有这么你知道封建的思想？我想说，你是活在古代里面吗？的那一种，就是我自己有发觉，就是像我这么注重女权的人，我自己都有一次吓到，就是说在公园，我儿子在玩的时候，他就说害怕什么什么，我就说你一个男生怕什么？你姐都敢。然后我讲完以后，我自己就吓到了，这是什么意思？代表你应该要更勇敢嘛？那女生都敢，你不敢，这我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可是我觉得这是根深蒂固，就是你在这样子的文化跟氛围，这个是你要有意识的去想，告诉自己说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是有一些辛苦的。这个真的会有一个文化传承上面的 stereotype， 就你会觉得男生应该就是怎么样，女生应该就是怎么样。对，比如男生跌倒不可以哭，你是男生为什么哭？对，女生跌倒笑这样。对，男生跌倒自己站起来，对，所以我每次跟我女儿说自己站起来的时候，然后她就说她是女生呢，怎么可以这样？没有，我的心里面都是我女儿这么正，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她？你不可以这样对我女儿。就我觉得我对我女儿老大的时候，我有点太投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你不要太注重外表，你不要这样子，不要什么。可是我后来自己慢慢有调整，我要让你顺性发展，这也是你顺性发展的一部分。我不能矫枉过正，就是说我不希望人家看清你，所以你不要打扮，你不要注重外表，你一定不能哭等等的。就是我到他差不多10岁左右，我才有这样子的领悟说，我需要 back off。就是我这样子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学老师怎么会开始想要做 MBTI 这种评量，是不是？我本来大学就是念心理学跟社会学的啦。OK， 那只是后来没有继续，因为我觉得其实做行销等等，其实就是心理学跟社会学嘛。那真的想要回去念书，大概是40几岁的时候，应该是说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可以做的事业应该可以做得更大，然后我差不多到45岁的时候就觉得我就这样子了嘛，我其实就有渴望说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借口回纽约，然后就是孔朗比尔跟 NYU 看一下嘛。那
就让我看到了这个叫做 change leadership， 就是推动改革的心理学。那推动改革，其实那时候在工作上面也碰到一些瓶颈，因为我在家族的企业里面，那时候就觉得亲人有的时候反而难合作，因为又有亲情，然后又有工作上面，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去学一下，学可以怎么样跟人家沟通，你知道，就是操控人，就是 manipulate 其他人，对不对？就是学一点什么心理术，可以去让别人。我以前也买过类似的书，什么 FBI 教你怎么，对，读心术，然后可以操控人心。没错，就是带着这种心理想说，你们两个可以中二，很实用啊，这超实用的，好笑。但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那到了那里，老实说，去了第一天就非常震撼，因为我们的教授就说，你知道，你做一个领导人，因为很多都是人资去嘛，那人资或者是高阶主管，因为我们那个是有一点是像心理学的 MBA， 你一定要有一个工作，不是学术性的，所以他就是说，你如果做一个领导者，你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盲点的话，你看不到你自己组织的盲点。所以他就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领导者去哪里，组织这就去哪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特质。所以我们做了20-30个评量，还有 EQ 的评量。这 EQ 评量最好笑，大家做出来都翻桌说，我 EQ 哪有这么低？就是两桌人，因为老师又把说 EQ 从分数这样子排过来，然后就到后面的3桌就傻眼，就是说这个评量就是 patriarchal， 就是男性的角度什么来做这评量不公平，就对。老娘也是个 leader。对。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评量，都勾起大家很大的情绪。就是你看，都是这种高阶主管去那边，有常常上课哭成一团就是一个是 EQ 的也勾起情绪，另外一个是跨文化敏感度。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非常有国际观，很能够接受不同文化的人，然后评量一出来，就大家都分数不高，然后就才来深受到打击，就深深受到打击。我觉得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你就发现说，与其在操控外面，其实原来我这么不理解我自己，就是原来这些外面，我觉得这些不好的关系，就是这些人，这个人怎么那么白目，这个人怎么对我这样子，就是不够义气什么什么。其实这些关系原来都跟我有关，就是都是我共创出来的。共创出来，不是单纯是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一旦看到这一点，我就发现说，哇，那我整个人生，我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我整个人生，我自己跟我的伴侣，跟我的小孩，跟我的家庭，原生家庭，所有的一切。所以毕业我就继续再深造，就说 MBTI 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对我有一些震撼的评量啦。所以我就去考了这些评量的证照，就想要多了解一下背后的理论。你知道我们也去做过那个MBTI，从小就没事就会做一下。你们做的是网路的嘛，对不对？对啊，网路的是免费的。对，然后每次做都会不一样，不太一样。过一阵子做好像都会稍微不太一样。我不是这样，你是都一样的？我是都一样。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是我有一个同学从纽约回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做一下，你看一下是什么这样。”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做的时候，我们一起嘛。然后他问的任何一个问题，我都说那我是什么？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回答，然后他就帮我回答。所以我第一次做出来就是 INFP。后来我第二次做的时候是我自己去做的，然后我做出来也是 INFP，所以我好像无论任何一次做出来都是 INFP 我这样讲好了，网络上面的评量它很多是娱乐性质，那娱乐性质其实它也抓到了这个评量官方评量的一些精华，但是应该说16个人格类型 MBTI 它要看的是你的思考逻辑，就是你的这个脑神经的回路，就比如说你是惯用手是右手还是左手，有没有？你看事情是从这个角度看还是这个角度看？但是
不管你从什么样角度看，那社会化的过程，你的行为都会被 modify， 就是社会会教你什么样是正确的行为。比如说你很爱讲话，我很爱讲话，如果每次讲话都去发站，我就学的不要乱讲话了。但这不是我的本性，也就是说，也许我天生是惯用手是右手，你硬把我绑起来，我之后我左手也可以用得非常好。可是如果在做评量，我回答的方式我没有人引导，我是用我的行为来断定我是什么类型的人的话，我可能做出来会觉得我天生是左撇子，我是惯用手是左手，因为我现在左手用得非常好，我没有考量到说我可能生下来人家把我右手绑起来了。所以有的人就是每一次做，每次换环境，就是生离死别后，什么做出来都不一样，因为你看的是你的行为。可是你的行为本来在同一个时期就会不一样，你们对我跟对小孩跟对好朋友本来行为就不一样，没有一个人会对所有人都是一张面孔或者是同样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在网络上面没有这样子特别说明的时候，所以 MBTI 他们会觉得说这不是很准，因为有的时候我这样，可是我有时候上班不是这样啊，我在哪里不是这样。那当然就是因为你有各种不同面向，你可以展现不同的行为。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MBTI 很多时候被人家误解是这样子。我理解。但是像你每次做都一样，就可能你的行为跟心智功能它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你怎么想你就是怎么做，你没有常常戴面具，或者是你自己很忠于自己的时候，也许你怎么做都是一样的。我从小到大其实是被家庭影响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去把那个找出影响我的那个我找出来之后，我再去寻找那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对我个人而言，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分开来的，因为被影响的我那个他是我，可是那只是被影响之下的我，那不见得是真正的我这个人在我身体里面，我的骨血里面的人，这个我。所以我有花一段时间去把这个我找出来。那在这个社会上打滚，我也从被影响的那个我滚，然后滚到一个我要忠于我。可是在忠于我这件事情，前提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我啊。这个其实是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我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办法，而且我从来没有任何一时一刻是忠于真正的我。是。所以我其实是有花时间去厘清这个部分，然后我也花时间去寻找那个被影响的我，然后跟我原来的我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我把它分开来，这样子。MBTI 是一个理解自己好的工具吗？对，我觉得是一个理解自己好的工具，就是如果是在官方的就是引导下来做的时候，它整个流程是让你更理解你自己。它整个流程就是一开始先引导你放下你的角色，你这些社会化的过程，回到最真实的自己，用最快的方式，就直觉的方式做好这个问卷。我们所谓的评量，我们就不叫测验因为测验就好像你的潜意识就觉得有高分低分嘛，有正确答案。对，我们就说做一个评量。那做了评量之后呢，我会解释 MBTI 的理论给你听。你听完的过程中，你还要做一个自评，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那自评之后，我们再看你做的这个评量是什么，然后做一个对比，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它其实是一个 data。他告诉你说为什么你觉得你是这样，可是你做出来是这个样子，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对自己误解的地方，这都是可以探索的。但是因为现在线上好像是比较把它当成就是一个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它其实比较没有这个学习的成分在理解。可是我想刚刚回应就是听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不是人我不要开玩笑就是我觉得你说的把它就是有点骨肉分离，觉得这个多多少少有一些困难，是因为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这个在你的 DNA 里面其实就有家族的影响了，就这个集体潜意识就在家族影响。就比如说逃难的人生的小孩，他就是有这一份焦虑，
因为在肚子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母亲的焦虑了，对不对？就是说母亲在极大的痛苦下，她可以改变你的 DNA。他们就从美国看到，就是说 slavery， 对不对？你整个改变你的 DNA， 你的自己的这个防卫系统 immune system 也是会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尽量去理清，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拆得这么清楚，有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拆得完，因为它其实从你在肚子里那一刻其实都已经有影响了你的家族，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希望透过 MBTI， 就是它不会切得这么干净，可是它可以大概带你看到说你天生是什么样的种子，那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土壤，导致你可能长不好。因为我们如果说结果论的话，就说因为你长不好，就说你这个类型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要不要追溯到说，其实你这样子的人，你在家庭里面有没有获得你应该要得到的养分，你需要的养分？如果没有的话，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可能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跟你家庭的互动导致你今天有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说我这颗种子我放在不同的环境，我就有不同的发展。那我今天如果留在台湾，我其实不太确定我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还好的是我在13岁的时候出国了，就是我可以发展出我现在的样貌。你喜欢你现在的样貌？我现在喜欢我的样貌，因为我觉得我有看到我有不同的面向。那你什么时候不喜欢？等一下你要问我的问题吗？你要问吗？对 ，OK， 什么时候不喜欢？我觉得30到40岁那10年都不太喜欢为什么？我觉得那10年其实真的很专心在做妈妈。那专心在做妈妈，我觉得啦，就是这些都是我好像开悟前，我那时候很担心我就是成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很多还是来自我原生家庭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因为我妈妈是全职妈妈，就是我看到她离婚以后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自我，所以我很害怕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我。可是我真的也是很爱小孩，所以真的两边顾不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身体也没照顾好，就变很胖啊。然后我觉得事业又无成，然后跟人家比做妈妈也是做的哩哩啦啦，人家都帮小孩准备爱心便当什么，你知道，就是两边比。我最记得有一次我去我儿子的那个学校 Halloween 有没有，就是帮忙做那个爱心妈妈发糖果。前一天晚上我在女董事协会的一个聚会，就听到大家讲说什么扩展海外市场啊，多少亿啊，多少什么业绩上扬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听了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再努力一点。我第二天去发糖果的时候，老师就说那个什么什么妈妈，你都很少来学校，我觉得你儿子好可怜哦，你不要一直急着赚钱啦。我跟你说，小孩现在这个时候，你会后悔的，你没有好好陪他，你会后悔的。我就说我有陪他，其实3个小孩，我觉得我陪他更多。说不是啦，妈妈，你真的你多来，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好可怜哦，他好可怜。就我就是发完糖果后，就到对面就是大哭，就是到对面那个一个书店的厕所，就是大哭，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事业也做不好，妈妈也做不好，我到底他妈的做什么东西？就是我到底会什么？我的人生怎么被我经营成这个样子？我曾经以为我会是很成功的人，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是成功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对自己就是的要求，觉得自己离理想中的自己真的差太远。那你那个时候除了不喜欢你自己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情绪吗？焦虑吗？迷惘？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度有，我觉得所谓的忧郁症就是说，我有寻求协助，就是我就是 on and off， 因为这10年就是当然有很快乐的时候，但是 on and off 就是总是没有一个真的非常
一段时间是觉得真的过得很爽的。那为什么那时候会去寻求协助？有几个转捩点了，一个就是有时候有一阵子就起床就觉得都是责任。一切都是责任，就真的看到我小孩就是没有爱的感觉，就觉得又怎么了？现在又要干嘛？那你知道我自己就觉得说，我怎么会看到我小孩？就是我好想他们赶快去睡觉，就是我没有我好像觉得他们就是责任，就是对他们的不耐烦，我自己也觉得很难过，觉得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有时候走在路上就掉眼泪。可是我那时候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只是觉得是不是就是事业不顺啊？因为那时候也常算命说，这个流年什么时候过？我知道，就当人到一个程度，然后你要符合各方面的期待，然后你自己的期待，对，你 handle 不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我是不是哪里很糟糕？对，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对，应该是说我为什么什么都做不好？对，当了爸妈人都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感觉。对，可是我觉得这种状态会是因为对自己的期待比较多。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期待，就是你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对，你理想中的自己跟外界的期待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对，但因为你期待遇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说关你屁事。你知道，我觉得他为什么可以让我哭，就是因为他戳到我自己没有自信的地方。今天如果我很有自信，我是一个好妈妈，你跟我讲这个，我觉得你才神经病。没关系，对不对？就是你会勾起我的情绪，一定代表我本来就心虚了我本来期待我应该要做的更多，在妈妈这个角色上。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那个问题终究到最后还是自己。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社群媒体，或者现在的社会，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大家对于理想的人生都有太多误解，就是好像很少人出来分享他们失败的人生。就是比较多人在分享他的成功法则，都是人生胜利组，就是又漂亮然后又美的妈妈，就是事业家庭就是都很棒的，是你看了以后就觉得妈的，我怎么离人家这么远，对不对？所以我出来我就觉得人生是有 flaw 的，就是是不完美的。那大家很多的忧郁跟对自己的看不到自己价值，是来自于你的理想太不实际了。就是我那时候对自己的理想，我觉得我应该要有的人生，其实跟实际差了太远，所以我永远赶不上，就是永远觉得都是反正都是责任，一切都是责任。另外还有一个转捩点是我跟我2个 girlfriends 一起去纽约玩，然后我就在讲说我跟我大女儿之间的关系啊，我就讲，然后我那个高中同学就做说 Sherry， 我们是来度假的，可是你 you're so agitated， 就是你一直就是让我们都没有办法放松，可能就很崩了。对，然后他说你讲你女儿的方式，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 borderline 几乎都有一点就是太没有带爱了。我觉得你应该要就是找一些协助，因为这是我高中同学，所以他看到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的样子，所以我觉得高中同学讲就有打动我，就说 OK yeah， 也许我真的需要，因为你自己学心理学的，就觉得我有什么不懂，一切都是因为事业还不够成功啊。我自己会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事业还不够成功，成功了以后就不会有事了。对，没错。所以一直都处在一个很崩的状态。对，那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大女儿长得跟我就是 almost 一模一样，然后个性也是非常的像，对，然后就会气得半死。所以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原始的我，所以如果我很爱自己，我可以欣赏她，可是我对她特别的凶，某种程度上也是我没有太接受我自己。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我听到最后一句。对啊，你要接受你小女儿。没有，我接受。
我接受。因为其实小孩子就是自己的镜子，真的越像的，然后你就会对他越生气，因为你就会对投射，因为你会觉得，因为他是最原始的自己，所以这么多年来社会化的过程，你把你这些你觉得社会不能接受的地方，你已经调整了，然后出现了一个 mini me，对不对？然后它包含了你最原始的状况，对，所有的就是优点缺点都存在着，对，你就觉得妈呀，你给我把这些坏习惯或者社会不接受的，赶快给我，就是你赶快戴上个面具，你赶快变得像社会上面可以接受的人一样。对，就这些劣根性怎么跟我一模一样？对，哇塞，这看得人很惊恐。对，一方面又觉得很欣慰是，这个人跟我长得好像，但一方面又觉得说他妈的，你最好是把这个给我调整过来，不然你以后一定会混得很惨。就是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投射放在他身上，对，因为我不想要你跟我那时候一样辛苦，所以你赶快改掉。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管好自己的人生就好？真的，就是他自己有他自己出路。我告诉你，我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我3个小孩。我老大教我一件事情，就是说自信就是美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从小就是胖胖的。然后，所以我从小就不敢穿短裤，我都不敢穿短裤，因为我觉得腿粗。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就说小腿不可以，什么萝卜腿啊，你知道人家就会笑。我女儿跟我身材一模一样，她都只穿短裤，而且我说，哎呀，姐姐你要不要什么什么？她就说 No, I look good 。然后我就每次看到她说 What？我们两个长一样，为什么你会觉得？但是事实上，你看照片，他每张照片就是会觉得，他怎么笑得这么自然、好看，或者角度什么。然后每一张照片我都是尴尬笑，就是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自信，他真的教我，就是说我们俩明明就长一样，可是当他是这样的时候，人家也看到他的美。当我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穿的长裤，然后东遮西遮的时候，人家看到的就不是那样，就不是美的我。所以我觉得我老大教我很多。就我觉得内心是会反映在外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子很美。你如果欣赏自己的话，别人才有办法欣赏你。对，某个程度上是这样子。是。所以你接受你自己，你就可以接受像你的人。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广告，你知道叫菜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说自然就是美，自然就是美，助然就是美，自然蔡燕萍、蔡燕秋还是什么？对，我知道，自然就是美。对，我们不要在那边表演时代的眼泪，干嘛？好烦！喝酒，这个年代的人才会讲的那个。我正想亏你，昨天晚上睡前跟我说什么？他昨天晚上睡前特别跟我说：“你不要太宠你小女儿了。”他是不能宠的，你知道吗？他快被你宠坏了。你好，这句话现在讲给你自己听。你讲给我是不能被宠的，我是会被宠坏的。讲啊，我是不能被宠的，我是会被宠坏的。会吗？应该不会了。那为什么你小女儿会？开心。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喝酒，辛苦了。我觉得最近这几集那个剑常会插在我身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啊，没有，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反思的嘛。其实小孩就是自己的镜子啦，真的。这件事很可怕。对啊，我们家就是大的像我，然后小的像他们。那小的就特别皮，然后他昨天就一直。他常常跟我讲说，你们家那个小的不能宠，那个宠也 Q 港什么？就是你知道他很干跳，对，但你知道他很干跳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跟你一模一样，是，然后你就会特别担心，觉得这种人都特别容易做坏，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很容易就差一点就跑去哪里。你猜你这样的想法有没有吸收到你父母的想法之类的？应该有。就是爸妈会他们当时对你的担心，你是不是有吸收进去？有啊，因为他小时候就跟我讲说，你就是特别聪明，所以你特别容易去学坏。那你那时候期待你父母怎么对你？那时候期待可能那时候期待就是可以让我多犯一点错，或者我自己去摸索这个边界之类的吧。
可能啊。如果现在回想起来，会希望多一点。那你为什么都录下来了？是不是？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让你女儿去？我没有，我只是说提醒一下，对，是来提醒。你屁。没有，我觉得小孩是给我们一个可以疗愈自己的机会，就是你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我老大就是，就是我对他的凶，就是我对我自己内在小孩，我还是没有在疗愈他，我没有接受他，所以我一直叫他改，就像我一直叫我自己要改，你要成功，你给我不要哭，你不要有这么多女性的特质。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一旦我要接受说这是我的样貌的时候，他才能顺性发展。我才有给他空间让他成长。所以其实是疗愈，这是一个可以疗愈我们自己的机会，就是你期待你的父母当初是怎么样爱你跟教育你的，其实你就放心的这样子去对待他。这样你疗愈了你自己，你也给他了一个发展的空间，是不是？没有要对不对？没有要，不，我爸妈其实对我非常好，对他们其实大部分人不太管我，但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不会讲出来，但我感受到他的担心。我知道，他不几乎是我爸妈算是超级棒的。我特别讲一下，因为我最近我妈有在听我的 podcast， 我爸，尤其是我妈超棒的。没有，因为我在节目上说他坏话，然后他都会打电话来更正，说你他会说：“你这个我要更正一下，你这个对我来讲不公平的之类的。”我觉得所有的爸妈都是尽他们的可能，想要照顾好、爱他们的孩子。所以我当初对我女儿这样子，我真的是不爱她嘛，就是太爱她啦，绝对是爱，就是因为太爱她，所以我不想要她走这个冤枉路嘛，所以我会一直骂他，一直提醒他。我的目的是希望他可以走入社会的时候可以更顺畅。完全明白。所以就算我那时候对他也许伤到他，可是我也希望他可以理解当初的我是那个用意，只是我们只能做我们会的事情。也许妈妈那时候还年轻，不够成熟，就是没有好好的对待你。可是妈妈的爱还是在的，对不对？就是不是代表因为她的行为就是不爱你，或者她是不好，只是说那个爱不是你那个当下所需要的。所以我觉得不是怪父母，而是理解父母，就是和解吧。所以大家只是尽他们的力在爱你而已。所以我就说，常常大家说，你看我小孩是什么 MBTI， 我可以怎么对付他，我都觉得爸妈请你们不要再看小孩了，就是我们看自己，我们把自己养好，小孩就会好。因为你自己没有和解的这个，或者没有疗愈的伤，就是一直想要你小孩去改进。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和解，就是可以尊重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没有的东西，你当初渴望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他渴望的。你当初所想要的，你就想要塞给他，可是他并不一定要。不管是你特别不给他，还是特别塞给他，这其实都是带着你自己的投射。就是自己的观念投射在他身上。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做家长，我不是好像说的一副我都做到了，我没有，就是我自己也一直在提醒自己的过程。但是我们自己和解，就是我们自己完整了以后，慢慢就会放下对于小孩的这些控制跟投射。就我看到很多家长，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超级难。真的难，因为你要先 focus 在你自己上面。对，然后等到你知道说这个有多难的时候，你就会稍微体谅你的爸妈当年其实可能也很难。真的难，真的难，真的难。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伤，就是你要想象，就是父母本来就是自己也是受伤的灵魂，在照顾一个幼小的灵魂，就是你怎么样，自己都不是。自己的内在小孩都没被疗愈的状态下，还要去带小孩，其实每个父母都是辛苦的，同意，对，而且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带着伤痕在伤害别人，没错，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是啊，是啊，所以我每次大家说我小孩怎么办呢？我小孩这样，我都觉得不是说你小孩就放任啦，但是我觉得
可能也多分一点时间看自己，就是因为你快乐，其实你会看到你小孩的改变，真的有快乐的妈妈就有快乐的小孩，这是真的。对，那我想要问雪莉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到目前为止，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因为你感觉上会是一个除了你迷惘的那10年，但是是相对明确的一个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好棒哦，因为我现在才发现我的回答会改了耶。我一直以前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搬回台湾，就是30岁那一年搬回台湾。可是我现在想，我不遗憾了，因为没有那10年，我现在应该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还蛮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所以最大的遗憾好像没有什么遗憾呢。就觉得没有，因为某种程度上，其实你也跟过去那10年的自己和解了。我觉得和解了。我之前真的就是一直觉得我浪费了10年。如果我还留在美国的话，我一定可以更成功。我一定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现在发现，如果没有那10年的低潮，我怎么可以理解 INFP？就是我怎么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INFJ、INFP 这种跟我不同类型的人，我完全没有办法同理他们啊。所以没有那10年的经验，我可以讲，如果那10年真的是我的努力，真的让我成功了，我现在应该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就 super cocky 或者什么的 ，super cocky、super bossy，就是 boss bitch， 就是现在已经 pretty boss bitch， 但是如果你知道，没有，现在可能已经比较隐性的了。对啦，表面上没有那么。现在我跟你说，我的频道人家都说我很有母爱或什么，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说 what， 到底是？我说真的，我在看雪莉老师的频道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我都觉得。可是我今天见到本人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没有，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杀气腾腾。超重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一直在频道里面也是跟大家讲说，真的，你知道我是有另外一面的，因为我也不希望大家看到我说 ，Oh my God， 怎么人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也有我的那一面。就是我慢慢的也在开发，就是我真正脆弱，就是以前不准哭的那一面，就是我要接受我也脆弱，接受有的时候我有小女人，我也想要被人家疼爱那一面，我讲起来我都鸡皮疙瘩，可是我事实上是有这样的渴望，要不然为什么会看这种白痴的韩剧，然后每天在 Oh my God， 就是还是有这种渴望。只是那我问你，你最喜欢的男韩星是谁？我是 BTS。 等一下，就是 Jimin。 什么？大家怎么了？ BTS 现在怎么了？是小鲜肉来着？是啊。Oh my！ 我以为他们会有孔刘什么的。孔刘太老了，1988年，就是以前生的都太老了，我笑到流眼泪。不是，家里已经有个老男人了，我看什么老男人？为什么这样子看家里的就好了？我看电视。报告大会，雪莉老师的偶像是 BTS， 是 BTS， 真的吗？大家都你帮我把我的真面拿来。为什么？我是 ARMY， 大家都知道我是 ARMY。真的，我快笑死，好好笑。看，就是 Jimin 的 BT21， 就是 Jimin 跟我同一天生日。我觉得雪莉老师有少女心啦。我跟你说，我有开发我的少女心，有开发，就是一直到40岁以后才发现说，妈的，我其实有少女心的。等一下，说妈的，我其实有少女心，我就是要确定一直不让她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女生不可以，就是装可爱的女生不 OK， 不帅。但是你知道，45岁以后，忽然这个就是这一面被我开发出来，大家都很受不了。然后我就说这边好可爱，然后全家都要吐到爆。就拜托你不要再讲，就是大家受不了。那你的另一半接受吗？他就你说
你妈在看什么？就是 BTS 啊。然后你知道我都会跟我老公讲说，你觉得 Jimin 跟 Jungkook 最近是不是吵架？你看，你觉得他们两个这样子肢体语言是不是吵架？我老公就说，看不出来谁是谁，谁是谁都分不出来，都一样。你是在心理学研究吧个案，在研究这个吗？还是你真的就是在？你说喜欢 BTS 是因为研究他？没有，就是说看人家就是，你看他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这个你是在看他们的肢体动作研究心理学吗？我是有很多投射，因为我希望他们感情很好。我看到他们感觉最近没有，好像没有。因为抱歉，我本来想要把他的专业形象拉回来，结果一般女生可以剪掉，给尾等来。没有这怎么剪掉？这一定要放片头。放片头。抱歉哦，我本来是真的，你知道，就是卫星，我真的有想要把老师的你知道专业形象拉回来，但是拉不回来。但我跟你说，我超喜欢这样的，我超喜欢这种。笑死！就是我会担心他们感情不好，就是前一阵子。你到底为什么要担心？我不知道。就是我朋友也说，妈妈担心的事情太多了。这位妈妈，对，你怎么会担心到这？因为我就觉得他们7个人不是感情都很好，可是这个人的为什么另外一个人没有 show up？ 就是我会为这个事情而担心，我真的会。你会担心到睡不着吗？也不会睡不着，可是可以跟其他的 ARMY 谈很久。我这样子讲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也许这是我的天职，因为你知道很年轻的时候 Tom Cruise 跟 Nicole Kidman 要闹离婚那一阵子，有一天晚上，真是妈的多重宇宙，有一天晚上我整晚做的梦都是我在帮他们婚姻咨商。认真，就是我还说 Tom maybe Nicole didn't see it that way， 就是我的整个晚上就是在协调他们俩的感情。然后后来人家说有多重宇宙，我就说对，说不定在某一个宇宙里面我真的去为他们做婚姻咨商。But 他们还是离婚了。对，他们还是离婚，所以咨商不成功。也许在另外一个宇宙就是和好了，因为我的关系。哇塞，学艺老师真的是就是会担心一些莫名其妙的忧国忧民啊，真的是忧国忧民，结果忧的是这是什么？忧到 Tom Cruise 跟 Nicole Kidman 还有 BTS， 真的超妙的哇！那时候宋仲基跟宋慧乔离婚，我好像也做过梦。就是真的关我什么事？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我觉得一些投射就是还是希望人家的婚姻是美好的啊。我觉得多多少少，我希望婚姻是美好，我希望团队是和谐的。就是我觉得我的潜意识还对偶像们有一些这样的投射跟渴望。但你后来有自己去分析过为什么吗？分析为什么喜欢 BTS？ 为什么你希望？不是，为什么你希望？这个是少女心。对，为什么？他刚就讲了，对这些明星跟偶像还是会有一些你知道比较潜意识上面的一种童话故事的憧憬吗？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很好玩，我小时候我的理想人生是做单亲妈妈啊，因为其实我一直就是跟我妈讲说她应该早一点离开，因为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所以我看到未来理想的人生其实没有婚姻幸福这一块。但是其实我觉得啦，其实我没有真的想过这件事情，我是随便讲的。但是我觉得也许我心里也是渴望有婚姻幸福，所以会投射在这些明星身上。就是我不愿意承认，因为我觉得婚姻太容易失败。看过太多的不幸的之后就，对，内心某个程度上可能或许就会开始不相信，但某个程度上还是憧憬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们在一起10年、20年、30年以后绝对不会离婚，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到今天我都不这样想，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无常，你知道吗？太难说，太难说，真的超难讲的。对，而且我完全没有从那个 BTS 震撼里面出来。他刚刚讲那一串，我都还在 BTS。我觉得他们会希望我可以表现我比较脆弱那边，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那一面。就是我走在路上哭的时候，我现在讲，可是我也许不会做出来，可是事实上是有这样发生的。
事实上，也有很讨厌自己，说为什么看到小孩一点爱都没有？我不爱自己，我不爱有小孩。所以就是我觉得要让大家看到说，所有人这种强悍的背后，也许他在掩盖他某种部分的缺乏、匮乏或伤痛。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所以我也不希望永远是表现得很悍的样子给大家看，因为大家可能会误解说，你看他就是一直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很温柔的人也有很悍的那一面，只是他可能不是常常表现出来。对啊，那我问一下，好，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然后 Oh my God， 才刚刚哭完，我这个礼拜都在哭。为什么？我觉得我很久没有哭了，而且是那种想哭哭不出来。然后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就是我觉得最近很多好事情，比如说知识卫星开课，也是我很想要开的课。那第二本书也是我很想要写的题材，也就是说自我教练。可是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因为要重新回顾，就是当初自己怎么样寻求协助，让我自己看到自己，就是在写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情绪出来，就是让我回顾到以前。然后再来也是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后来为什么哭，就是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儿子的事情。那反正就是很长一阵子就觉得心里闷闷的，我就一直觉得是工作量太多。然后都是因为我工作排太满，所以我太累，所以才有这样的心情。然后后来就是为一些小事情发脾气，我已经很久没有发脾气了。然后其实是我的助理就说，我很好奇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这种事情你其实平常不会 care 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一股情绪，我跟我自己的情绪的连接不是很强。那有一次在讲到我自己小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才开始理清说，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儿子在自闭症的光谱上面，他是非常就是 functional 的，所以你看到他只会觉得他是小屁孩，你不会想到说他是亚斯。对不对？就是大家对亚斯的定位不是很清楚嘛，所以就觉得这个人讲话很白目，或者是一个小屁孩。所以其实最近呢，那我们一直都有，自从知道就带他去咨商。那有的时候他讲话也是，我也觉得他非常欠揍。可是你知道，还是我的孩子嘛。那他在学校就是有一次回来就说，他全校只有2个就是孤单的 loner， 他是其中一个。那就是这种事情让妈妈就会很难过。可是也有就是很多这种语言上面的，就是调侃他什么的，但是就发现说，他好像就是想办法合理化这些事情。比如说有人他有一天回来问我说，妈妈 Down syndrome 是什么意思？就是唐氏宝宝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有人这样叫你吗？他说没有。然后隔一阵子就说，好啦，有人家这样叫我。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子他们有一点坏耶。我说没有啦，我们只是开玩笑，我们这个年纪的小孩都只是 we joke around，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shit。然后你知道妈妈就心里很难过。然后太成熟了。我觉得他有点想要合理化，就是因为你如果接受别人就是讨厌你，其实也是很难过，对不对？对。然后呢，反正有一天就是学校老师打来说，他有一堂课就是完全 shut down， 然后完全 shut down 以后，人家就请老师来跟他谈，他就说因为他又被球打到，然后大家都笑他说他是一个 loner 这样子，老师就写信给我，我就后来问他，他就说，对啦，我也不知道，后来反正去年我就问人家说，为什么你们忽然都不跟我们玩？然后他们就有人跟他讲说，因为没有人喜欢你。然后我就说这些小孩这样子很坏，他就说没有啊，没有很坏，他们只是讲实话而已。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在我的脑筋里面，就是会一直想说 ，OK， 这是他必须经历的，这是他成长的，就是我也不要去学校说，到底是谁这样讲我的孩子，因为他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他一定要开发出一套他自己可以的生存法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些难受。那可是难受，你知道，就把它
放在一边，然后我觉得这个情绪就会在其他的地方会显露出来。就是我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想说，我是不是如果提早带弟弟去看，如果提早可以提供他一些协助，就是因为那时候一直觉得我儿子不是亚斯，不是过动，就是男孩子比较皮一点。如果我提早一点做出了什么，也许他今天会比较能够融入社会。一直觉得对我小孩的愧疚，就是我有没有早一点发现，我早一点带他去，是不是会比较好？他会不会比较好？你知道，就是这个情绪没有解决。就是你强迫小孩去符合社会价值的时候，就代表你一直也在强迫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刚刚说我为什么哭，我其实对于我儿子，我就开始反思说，我一直在讲说我们要爱自己，接受自己，可是为什么我一直叫我儿子要试着去 fit in？对不对？试着做一些大家不要讨厌的动作，就是让他交朋友等等的。就是为什么我潜意识好像有期待他可以比较像一般的人一样？就是对于这个想法，我自己也觉得很震惊。然后我也开始想说，我是真的接受我自己吗？我是不是还是在讨好其他人？为什么会想要叫我儿子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就是包含我写第二本书，就是探索自己。我觉得这过程中其实情绪就是起伏蛮大的啦，就是有触碰到自己一些东西。所以最近为什么你说哭，就是真的好久没哭，都是哭不出来，连续哭了好几天这一个礼拜。那我可以举手问一个问题吗？你说，你有一次哭，我们全家人，包含爸爸妈妈都觉得哈，为什么哭这样？对，就是我们家大女儿学会跳绳啊，然后老师录了一段影片传给我们，然后他看着那个他女儿这样跳绳，终于会跳绳了，然后他看着那1分钟的影片就哭了。对，我忽然就哭了，而且是你知道。直接就哭炸了，然后他女儿就说：“你到底为什么要看我学会跳绳？然后你就哭了，你到底在哭什么？”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对，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我女儿小时候就是做什么事情她都要练习很久，她才敢踏出去一步。然后我就很担心啊，然后我就想说，她是不是就是叫胆小啊，或者是怎样？然后就是他对这个社会适应不良，然后我就很害怕他没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就是进入一个状态，然后他就是譬如说练习什么东西，他都要练习很久，他也不是学得很快的人。然后他忽然有一天学会跳绳的那个当下，我忽然好感动。那你知道那个感动不是他学会跳绳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他好勇敢。Oh my god! Oh my god! 你现在是不是要哭了？我要哭了。你被他的学历老师都还没哭，你就先哭。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感人，就是你看到他的勇敢跟他的生命力。对，然后同时间我回来去想就，原来我是这么胆小。我忽然认识我自己，原来是这么胆小。就是有触发到你。所以我才会觉得他的勇敢特别感人。我懂。来，喝一下。可以。来，我突然觉得你有真情流露。我真情流露啊，拜托，为了录节目，牺牲自己，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我其实蛮羡慕的，就是跟自己的情感有连结的。小的时候不喜欢哭，现在长大有点那种哭不出来，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我知道我哭出来会好一点，可是我抓不到那个情绪在哪里，所以我没有办法让它宣泄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我后来真的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很有趣，就是其实我想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感受到我自己是谁了。
哦，这个 moment 是非常感动的。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是你的女儿，不是因为他是你的老婆，不是因为任何人，你感动而流泪，是因为你找到你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哭点都是因为哇，那一刻开始看见自己，对，你忽然感觉到那个哭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even though 你希望你是另外一个人，但是你真正感觉到你接受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那个本质上是非常感动，非常值得流泪的 moment， 因为这个 moment 不是常常有的。是。那我赞同，我完全赞同。就后来有一次，就是最近哭是因为，就是这是真的这几天的事情。我儿子不是说他没有朋友嘛，对。然后他那天回来说，我朋友借我的 mouse， 然后周末他又说，他说我朋友打给我，然后我就说你不是说你没有朋友吗？他说哦没有，我现在就是到处去说你要不要做我朋友，因为我不想要再被叫 loner 了，你要不要做我朋友，就是他说有几个人说 yes， 那时候我就哭了，就是没有给他看到，可是我就想说哇他好努力的在克服这件事情，就是他有把他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放在外面，这是我不敢的事情，就是你可不可以做我朋友，因为我不想要别人说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所以在那当下我就觉得哇他好勇敢，可是又好心疼他，就是怎么会这样 So brave， 对，真的这个感觉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勇敢，可是又很心疼啦，就是又很心疼，因为有说 yes 的有几个，但是有说 no 的有多少他没有说。你就会去想象，或许老娘小时候也是一个 loner。我其实小时候是非常人缘非常好的，好吗？好，不是。告诉你，老娘功课不好，但是人缘超赞，就是因为我就是很放得开，然后我就是很 out there，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天堂地狱。一到澳洲不会讲英文，就是大家排挤的人，就是从一个大家都喜欢老师讨厌的人，到一个大家都讨厌的人，或者是不理的人，就是那个落差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看到我儿子，他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 trigger， 因为我很看得懂外面要什么，我很看得懂我要怎么样调整自己去融入他们。我儿子刚好跟我相反，他第一个看不懂，他第二个不晓得怎么做，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好辛苦好难过，但事实上说不定他也不想融入，他 OK， 说不定对真的想融入的是你。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lesson。 我老大给我的 lesson 就是说，你要先爱自己，你有自信你就是美的。然后我老三给我的就是讨好别人，你是不是一直在想要迎合社会？我觉得我老三还给我一个很重要的 lesson， 就是这社会是非常假的，因为他看得懂。他有时候回来，他说他在学校难过被人家欺负，他去跟不管校长还副校长讲，然后人家都会说哦，我们很抱歉你这样子觉得，就是 we're very sorry。 然后他回来就说妈妈，其实 they're not sorry right，他们只是说的，对不对？所以我就想到说，哦，对哈，我们社会上好多时候都是告诉我们，就像你刚刚说的所谓的礼貌，就是可是你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儿子就会一直 call it out， 会告诉我说为什么这样子，我不喜欢，我为什么说我喜欢？小孩比我们纯粹很多了，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然后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很纯粹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始怀疑自己，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就像我刚听完那个故事，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身为一个喜欢 BTS 的少女心的看起来很强悍的人，你真的打自内心想要 fit in 这个社会吗？我觉得现在慢慢开始放开，我有意识的在看我是怎么样调整我自己。就是我觉得之前是有想要 fit in， 不管成功的定义等等，那都是别人帮我定的。就是我现在接受自己说，也许在
我不晓得以前的我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最起码到了这个年纪，我对领导者这3个字我慢慢放开了，因为我一直定义我自己是一个领导者。我觉得现在慢慢我有点放开，就是说是辅导的，是创作者等等，就是我可能不需要再去领导一个很大的机构，很多人我才是成功的。所以我有慢慢的在调整，就是有意识的看到我自己以前的理想跟实际有多少是我真正想要的。对，为什么说 MBTI 对我很震撼，就是我才发现说，我好像都没有问我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我觉得做领导者听起来很酷，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酷，那个东西很酷，可是我真的喜欢这件事吗？我可不可以面对其实也许我没有那么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评量叫做 Hogan， 我后来也去做了我后来也去做了训练，然后也 certify， 他就是看到说你的 driver 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我是为了赚钱而做很多事情，就做出来发现我根本对于钱的欲望是低的。我的欲望最高的是 recognition 肯定。然后第2高的是 power， 就是有权利为自己做决定。我对于钱的欲望其实排在很下。我感觉到类似那个权利吗？权利是我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什么掌权，是说我有这个 power 来做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说我需要听你的。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也想。你们两个都没有喝，是不是？就我一个人在喝。我很认真在喝，我喝到。你在喝什么？这什么颜色？这样对吗？这什么颜色？我这个颜色比较淡呢。你这个颜色很深啊，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你喝比较好的，我喝比较便宜的。看一下，这是水吗？我喝比较便宜的，所以我的颜色比较浅。I don't know, man 来，要笑死了！就是在灌醉主持人的一个。你是不是第一次被呛？100多集耶，好好笑哦！没有，我刚刚有想到一个东西，我要赶快把它讲出来，不然我等下就忘记。好，你赶快认真在做。好，赶快，你说。就是我有感受到你很需要被认同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是，所以为什么我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 trigger？ 就是这个是很有可能，你看到儿子没有被认同的时候，你会替他感到难过，特别触动，是因为你本身自己也特别需要这件事情。没错，你完全正确，但是这个是我愿意面对的嘛。因为你喜欢讨好人家，我听起来就觉得我才不是这样。但事实上是不是某种程度我是这样？我可不可以这么赤裸的面对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这触发了一些情绪，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说我到今天是不是还有在做讨好人的事情？就是我可不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好奇，老师你到底是16型的什么东西？我是 ENTJ。那是什么意思？ENTJ 外向的，对，外向倾向。然后我在看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比较倾向看一些理论或者是大方向。对于细节，就是比较抽象的东西，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比较不是就事论事，或者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部分。然后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偏向理智一点，因为你知道吗，我对我的情绪有时候没有什么感受，就是没有连结。那我也比较希望可以控制或者是安排我外在的世界，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间把什么事情做完。所以 ENTJ 简单来说，这是他的性格。所以他的第一功能呢是外向思考，也就是说我可能比较擅长的是资源整合，就是我看到一个问题，好，什么时间赶快的把它执行完。所以这一个特质在社会上多多少少是受肯定的啦，就是因为所谓的执行力强，我看到什么我可以想办法赶快在时间内资源内把它做完。问你一个很没有礼貌的问题，请说。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你的情绪失控？
我觉得跟 MBTI 有一些相关，因为我是非常目标导向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你开始哭了，你事情就做不完了。那你挑选伴侣也是目标导向吗？我18岁就认识我老公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得那么深，就是他是我的初恋，他是我的高3的同学。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在我那么年轻跟我就是你知道就是盔甲就是防卫机制这么慢慢越来越强的状态下，我可能不一定会结婚，或者是不一定会找到适合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是很年轻就在一起，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这么多。那你们中间有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波折，然后才结婚吗？还是就顺顺？也不可能顺顺。我们在一起30年了，中间一定会有。听起来好可怕，真的很可怕。 30年听起来跟一个人在一起30年听起来是真的很可怕，听起来有点恐怖。因为他认识我弟弟的时候，我弟还是小孩子，我弟弟妹妹都还是小孩，所以我弟还那天说，我好像有记忆以来就有姐夫嘞。就是他有记忆以来从小就已经在我们家晃了，所以我们的感情是从就是还是没有完全人格发展成的时候就在一起，所以一起长大中间一定会有波折嘛。因为我觉得谈恋爱也是练习爱自己。我们中间有分手1年，就是一整年是断得非常干净，是大3的时候。可是后来你说吵架短暂的分手那些也有很多次啊，但是没有是那么断的那么干净的。那他16型是什么型？他是 INTP。 他是 INTP 就我这个型的。是吗？你确定你是 INTP？ 你要不要来上我的课？因为我觉得你的情感蛮丰富的。但是我不确定，我就想说MBTI 不是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的心智功能，你想表现的样子，你可以装出来。可以。只是我必须要讲，因为我讲说社会上面对我们的框架，就是我对于 F 倾向的男性，我都会多讲一些。你说，所以他有 F 吗？没有，我不知道啦，因为你没有做官方评论，我不确定。但是我必须要讲说，大家我们社会对于女性跟男性的这个 stereotype， 男性我们会比较期许他是理智一点，因为男人哭是什么算？这成何体统，对不对？小时候都觉得你是男生，你哭什么？哭屁啊！哭屁啊！所以我们会一直说男生怎么可以哭？那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从小的社会化过程，就是 F 倾向男生其实蛮辛苦的，因为我要怎么样去隐藏跟合理化我的情绪。所以你看在组织里面很多老板就说我是非常理智的，可是我今天讲的规范跟明天讲的规范完全搭不上线，就是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情感导向的，只是他要用理智来包装来合理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同时的就是 T 倾向的女性，非常理智的女性，有的时候社会的期待是女生是比较慈悲的，比较包容的，温柔的，所以比较 T 就是比较理智倾向的女性，有的时候她明明就知道说这种事情就不该做嘛。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男生可以这样讲，会觉得有魄力，可是女生这样讲就是 you're a fucking bitch。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尤其在组织里面，修正一下，可能就是要想办法把它包装，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情感的方向来 deliver 这个 message 这样子。所以其实 T 跟 F 很多时候男生跟女生在这个状况下，就是说如果你从小男生是 F， 可能会有一些包装，有一些包袱，就是以为自己是 T， 但是其实如果卸下所有的角色或者是社会对你的期待，其实你的底层是 F 说不定我才是最 F 的那个人。说不定到底是什么？所以说不定我才，所以你们来上我的课才知道说不定我们两个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两个是反过来，其实我是 INFP， 你是 INTP。可是我觉得啦，就是这种东西我们不需要局限在它的标签上，就是说做的过程你有没有更理解你自己啦，就是说你是什么型其实对其他人都不重要。但是我必须要说，每次在做题目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我想要选的题目。
MBTI 是这样子，我第一个你做的不是官方的评量，第二个就是 MBTI 是很有趣的，它不是一个像 EQ 那种。就是大家都是一把尺，对不对？它其实就是光谱，就是每个人都有外向倾向跟内向倾向，就是比较是实感或者是直觉，这都是一个光谱。你没有跟别人比，你只是跟你自己比。我只是问你说，左手跟右手，你比较喜欢用哪一只手呢？但你自己是比较喜欢用右手，但不代表你右手用的比其他人好，这个分数是不能比较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自己的倾向是什么而已，而不是说我做出来我是非常理智的人，我比其他人都理智，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比的。只是你自己的二分法，左跟右你比较偏向哪一个，所以你不能说做出来说我是很理智的人，我比他们两个都理智，没有这件事情。你只是自己理智跟情感，你比较偏向用理智。身为一个就世间的角度看起来强悍，但内心其实是个少女，喜欢 BTS 的雪莉老师来说你觉得你之所以努力用功，挣脱一切世俗的框架，用力的走到现在，你觉得你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我的观点来看 Sherry 是一个没有，他要叫小 Sherry Sherry 是一个 so naive 非常纯真的人，但是必须要是世界上第一个人这样说我。然后你看起来对我来讲，我看到你是很纯真的人，然后你必须要这么的强悍去面对这个世界。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个背后的 motivation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这么纯真、这么爱 BTS 的人，需要用这么强悍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这是我感到好奇的东西。我不晓得其他人了，但是一直想要别人看到我的价值，因为我可能不一定看到我自己的价值。我觉得现在知道我的自己价值以后，有点想要刻意的或者有意识的卸下我这个盔甲，就是说 it's okay， 赚的钱没有这么多 it's okay， 做妈妈不会做爱心便当 it's okay， 就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因为理智上知道 it's okay， 可是也许因为文化或者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束缚，也许我一直没有办法放下，所以这是有意识的要提醒自己，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说 it's okay。但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若是以原生家庭来看的话，是不是可能你在母亲或者是父亲这两个人的角色，不觉得那个是一种价值？也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跟我父亲也是近几年来有一些和解，我觉得那是他自己跟他自己的和解，我也可以跟他和解。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我的父亲来说，不管是对他自己也好，他的子女也好，也许就是你必须要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才是有这样子的价值。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啊，他请人家打给我说没关系，这件事情这个案子你可以交给 Sherry 做，因为他在坐月子，他没有什么事情做。我父亲以前会给我一些想法，就是说你的价值是来自于你完成了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那当他自己跟自己和解以后，他也不会再这样子要求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一直不停的想要在成长。最近几年来，我父亲有时候打电话给我，就是只是问好，我也会觉得说 and then你对我没有任何其他期待。对，他有时候会说，之前说你帮我看一下什么，这怎么翻译啊，或者可以怎么做这样子。那现在真的关怀就是真的关心。我父亲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勇于承认他之前可能对他小孩带来的伤害，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我看到这个就是很勇敢的一面。但是当时的我是有伤害或者是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他用他的方式在爱我。
就是也许对他来说，他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有价值的，所以他也会觉得他的小孩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有价值的。你现在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我现在可以理解这件事情。那对于母亲呢？曾经在30几、40岁的时候想过说，我是不是真的想做职业妇女？还是因为我妈妈不是啊，她一直跟我讲说，女生一定要经济独立，所以我才一直追求事业。所以有一度我也在很 confused， 就是说，追求事业是我自己要的，还是因为我在完成我妈妈的未完成的梦想？所以这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后来我发现说 ，no， 我是真的自己喜欢事业的。可是你自己会有一些怀疑，就是说，我记得的他没有那么难过的话，我会不会觉得做家庭主妇不是一个这么糟的事情？这是我刚刚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或许 motivation 的来源很有可能是你希望妈妈可以开心吗？一定小的时候曾经是希望他们两个都为我骄傲吧。就是小孩子都是希望说可以完成他们梦想，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我是有价值的人。对不对？一定是年轻的时候的 motivation。因为你最渴望被认可、被爱的，一定就是你的父母，最亲近的人，就算他们没有说，但是你一定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理想人生的期待。所以，作为一个女儿，会想要满足他们，尤其是长女，对不对？我觉得多多少少有，是不是他们真的期待不一定，可是我诠释到的，我收到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是一个很能干、很独立怎么样子的人，我母亲也是，所以我多多少少有收到这样子的期待。因为小孩子嘛，你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会夸奖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我也是就像你说的，在中年的时候开始说哪些是我的本性，我本质是真的喜欢这个，哪些是我为了符合我父母的期待。所以在中间也有一些厘清。也许过度的强悍，过度的能干，过度的所谓的这样子包装，也许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些期待或想法，最起码我觉得的是。可是我觉得我爸妈年纪大了以后，他们自己也做了很多学习，就是跟我讲说，其实你这样子够了，就是其实你难过也可以，就是你不需要永远这样子。就才发现说，我是承接到我诠释的他们的期待，不一定是他们的期待，是我自己的解说，说我一定要很能干，我一定要很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我爸妈才会开心。他们真的这样子想吗？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并不一定是这样想，他们真的可能就是希望我开心就好了。所以我爸爸现在会说，有时候很舍不得你这样子。我就说，其实也许爸爸没有希望我这么强悍。我之前的一个咨商就说 You don't nurture yourself， 就是你没有就是秀照顾你自己，所以 How can you be a nurturing mom？ 他就说 You're a get shit done mom。就是我是可以做好事情的妈妈，我不是一个温馨关怀爱的妈妈。你对自己不温柔。对，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现在学习的部分。那为什么说对 INFP 我也在理解？因为我也在开发我自己的那一面。那我之前在 FB 上面不是也写了一篇，就是我50岁我才发现说，其实某个层面我也希望说，被人家照顾啊，那种你知道霸道总裁那种剧我也会看啊。但是我一直在想说，实际上有个霸道总裁的话，我一定把他揍死。就是揍扁他，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可是为什么当他跟我有一些距离，看这种情境剧的时候，我是可以接受的？OK， 你懂我意思？就是说，也许我这样子的渴望，可是你知道这个防卫机制太快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壁咚我，一定把他踢爆。可是为什么看在剧里面看人家就是壁咚，觉得好可爱哦？所以
我自己也有很多冲突是我慢慢的在厘清的。那我一直想要给我的观众来看的就是说，人生就是一个学习，就是我并不是所有都理解了，我看到我的盲点，可是看到盲点是第一步。我最起码现在认可我跟我的情感，比如说爱是什么，怎么诠释，我是不是有感到爱。我也许没有像别人的感受这么丰富，或者是也许我有感受到我自己没有那个连接，可是我慢慢的想要打通这个任督二脉。那你觉得什么是爱自己呢？我觉得爱自己跟爱别人一样，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些特质，就是比如说我之前觉得脆弱是很不 OK 的，我可不可以接受我有这一面，就说这也是我的一部分。我可不可以看到就全面向的我，可是我还是接受我自己，还是我一定要是都是坚强的，还是我一定要都是无私的，我才可以，我才 deserve 被爱。我觉得爱自己就是说 Hey look， 你就是这样的人， You're good enough， 本身你不用太用力的生活，你就有价值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那你现在放松了吗？我觉得我有意识的要让自己放松，可是你说我放松吗？我不觉得我有达到。我们为什么常常没有办法放过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对自己太苛刻、太要求、太那个？但是那苛刻的来源是什么？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出类拔萃，我相信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吗？我觉得来自于没有自信。就是你看我这么有自信的人，我觉得我不愿意承认，就是 it's insecurity。 就是如果我不继续在做，我不去再做一些事情，我还有价值吗？害怕自己没有价值这件事情很有趣。那会不会有一天你忽然感受到，其实我就是一个一般人？我本来就是一般人啊，什么鬼？但我们小时候觉得我们是很屌的人啊。我们小时候觉得我们是很帅的。中二，他中二。我是一个超级中二。我小大都是自我感觉良好。我小时候觉得我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人，我就是你知道他妈的改变历史的人。我小时候觉得我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事。在座应该没有人是正大的吧？我如果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对不起我自己。我小时候的想象的是这样的。了解。然后经过这个社会的折磨、磨练跟各式各样的打击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是说，哦，原来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我跟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那我同时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们两个，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其实骨子里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吗？我觉得不是，可是我用理智分析来说，很明显的有些行为，这是一个insecure 的人会做的事情。这回答会让你很撞墙吗？不会。我觉得答案就出来了。我们不要太赤裸。我随便，我觉得我是一个光给你看。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超级没有安全感。但正因为我们这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可以展现出全然的安全感给大家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大家的面前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我就是很 peace， 你知道 peace and love 的状态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是一个全世界最没有安全感的人。但你觉得别人看不出来？正因为我缺乏，所以我更想要让大家看到我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一面。就是你的 defense mechanism， 因为你不想看到别人最脆弱的一面。我的第二本书被退稿，你知道吗？就是说，不好意思，就是 Sherry 老师，就是这本书里面好像感受不到你的情感。然后我说什么意思？我就已经改过了，都已经写这样子，没有情感是什么鬼？但是你知道我后来不是因为我儿子的事情稍微哭了一两遭以后，我再回去看，我就说我懂了，我懂你为什么说你没有看到情感，就是
可以看到文字中是有一个距离，我不想把我比较赤裸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就算我说我怎么没有赤裸，我有讲我自己的故事啊。就算是我讲我的故事，也是用很理智的方式在讲。我曾经很低潮过啊，然后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就是我自己看我说我懂了。我没有把自己暴露在外面，所以我懂，就是说，也许你们跟我讲话就觉得说，这怎么搞的？好像明明有一些情绪，怎么挖不出来？我懂，因为我自己跟我自己对话的时候，我也会有时候会有一些 frustrated， 就是说，妈的，你想哭你就他妈给我哭出来。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墙壁已经在那边太久。你不是随时可以把门开，就像你说我想开门，我现在他妈要我自己哭，不一定可以有 access。如果现在有一台时光机让你可以回到过去，那你会回到什么时候？你想要回到几岁的时候的自己？如果我可以回去跟我自己秀我自己的话，大概是30出头的时候。如果我可以秀我自己，抱他，就说It's okay， 你 OK 的，我会是大概是30出头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什么事？那时候就是开始生小孩，然后又是事业，就是两头，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解脱。就是一直在说我不要只做妈妈，可是我又想做一个好的妈妈，然后我想要事业，可是我又不想，就是一直在那边拉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价值观一直自己在内心的很多纠结。但如果你说回去就是过爽的日子的话，哇，可多的嘞。在旧金山的时候过得可爽的，这个算了，这个算了，这个就算了。5、6年级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就算真的。我跟你讲，等一下他想要讲一下，但我没有想要让他讲，我觉得这个想要讲啊，讲出来我就想揍他。我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是他的坚强强悍背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脆弱。其实我觉得任何人都是这样吧。不见得，真的，大部分，因为有一些人是懦弱，那不一样。黑白赶快，你这样一口气刁到很多人呢。可是我觉得 Sherry 不是，他的坚强跟强悍，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脆弱，而那个脆弱其实是他最大的致命伤。那也不是，那也是他最像。我觉得有时候是我最大的致命伤，也是我现在最大的能量。我觉得有时候脆弱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它是最有力量的，它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说脆弱是一个负面词。我觉得脆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状态，因为是最勇敢，因为你是最勇敢去面对你自己。可是我现在巴不得告诉大家我脆弱，你说老娘是脆弱，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老娘是脆弱？大家都说你很悍，可是我一开始老娘是很脆弱的，相信奇怪，这不是我的错，我要把我的脆弱放在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很难相信，没什么说服力。我必须要先说，没有，姐没什么说服力。我只能说，姐你社会化程度实在是蛮高的。对，我没有要遮掩这件事情啊，你没有故意，但是就是他。自然而然他绝对没有故意。但我觉得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30出头的时候，有一个灵气的老师，然后就叫我说：“你看到你内在的孩子，反正就是半催眠的，就是引导我说，你看到那时候你最难过的时候，比如说你爸爸骂你啊，你妈妈怎么样的时候，你看到你自己的那一幕，我就看到。”他说：“那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大哭。”他说：“那你过去抱抱他。”我说我不要，他说你去抱抱他，你要告诉他 everything's okay。我说我不要，我说他哭什么？叫他给我，就是叫他给我停，就是不要在这边丢人现眼，你知道吗？然后我记得我那个灵气老师就傻眼，就怎么有人可以？你不觉得他很可怜？你去拥抱他，我说不觉得他可怜，叫他就 shut the fuck up。就是他的堡垒超难摧毁，然后呢，灵气老师就这个 session 就是很不成功的，对，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硬？对，硬到爆。
但是我后来我自己在影片里面，我有引导大家去看，可是你还引导大家去看？对啊，你看自己这种不要脸的人，就是自己都不能抱。但是我现在可以回去抱他了，就是我现在可以去抱他说 "It's okay, this is not your fault"， 不是你的错 ，You're fine, you're okay。就是我现在可以保护你了 ，You can be yourself. You can be vulnerable. Exactly. 可是我40岁之前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我会叫他说：“你再哭，你给我哭，哭屁啊！你哭完再出来。”但我现在真的可以去说 "You're fine, you're okay, it's okay." 你相信你是被爱的吗？我相信我是被爱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用理智来讲说啊，其实人家不是真的爱啦，只是说说而已等等的。但是 even then， 我觉得我还是有感受到别人给的爱。就像我老公最近真的让我很生气，可是我都还是觉得他的行为是他的爱的表现，只是这个爱的 currency 不是我爱的 currency。对，老公基本上就是应该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我突然间很想跟她老公喝一杯。我老公自己常常没有老公这个生物本身应该扮演的角色，就是你相信他爱你，但是他永远爱你的方式都不是你想要的方式啊。那我觉得爱的语言啦，就是你知道我也蛮机车的，就是人家也有权利用他的方式来爱你，为什么你就局限说那我这边只收美金？其实我对外在世界有一个 very specific 的期待啊，这个其实对做人跟寻找快乐其实是一个阻碍，因为人家给你的爱是用他的方式，你为什么要 pigeonhole 人家？就说我只有对不起，老娘只有收这个汇率的爱，其他的汇率一概就是退货。对，你要先换成台币我才要收。对，美金我就不收了。对，没错，但是人家给的都是爱嘛，所以我自己有在检讨这个部分。这个银行的功能有点弱。银行对啊，美金照理收一种汇率，照理说美金我们也收啊，因为你知道，但美金也是钱，日币也要收，美金也是钱，应该要收泰币什么都要收，这功能有点弱，太局限自己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自己慢慢在学习。你觉得 MBT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去让你自己更理解自己吗？我觉得它是其中一把钥匙。但如果我现在对着镜头说 MBTI 可以解决你人生所有的问题，那我就是在撒谎。因为它不是，但是它是其中一把很好的钥匙。就当你在一团乱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来想办法理解自己，我到底为什么现在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 MBTI 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入门的一把钥匙。尤其在这个大家都跟自己的情绪相对抽离的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教育体系来讲，我们相对理智之类的。我觉得被强迫理智，而且我觉得社群媒体真的对我们下一代的孩子真的很可怜。就像我妈，哎呦，这个要剪掉。阿布 ，sorry， 没有跟你讲 sorry， 阿布可以理解。我跟你讲，我最近常在讲阿布坏话，阿布听完之后，他会反省哎。然后我就真的吗？阿布很认真听哎，我以前讲的话他都没有要听，然后我忽然录节目，然后他都听哎。但是阿布我没有讲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是我阿布常常会 po FB 以后就说你怎么没有给我按赞？阿布，你有没有看到我 po 的东西？我说阿布也是，我现在人跟你在一起，为什么还会给你按赞？我婆婆常常打电话来问说。你们就是不关心我，为什么你没有看到我 po 的那一篇？对，他情绪勒索了，就是对他又要讲他坏话了吗？对，不可以，但妈妈都好棒。刚刚那一句剪掉，对，剪掉。我妈是全世界最棒的人，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人。那我要讲就是说，社群媒体这样子，其实小孩子就是按赞，或者是因为 FB 是一个非常单面向。你的照片可以讲你的故事，所以我现在好棒，大家这么多人帮我过生日，
吹蜡烛就是我好幸福，可是这只是1秒钟，对，但是他没有看到所有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就在这样子的社会长大，就说荣格之前就有提说，我们本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就不知不觉会戴上面具，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肯定我们，所以我们会把不好的那一面藏起来，我只想要给大家看我好的那一面。可是这么小的时候就有社群媒体，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不好的那一面，反正 it's okay， 反正真的你真的表现出来也大家也看不到，可是全部都会被影片录下来，都会上传，所以那个压力，一直戴的面具那个压力比以前大了好多倍，是，那就变成你一直要压抑那一个，比如说我以前不想让人家看我脆弱的，或者是我喜欢就是爱情的，或者是我有这个幻想的那一面，就是以前只要某些部分的某些时候压抑，现在变成我一直要压抑着，所以人就会过得非常的沮丧，或者是无助，因为我一直没有办法呈现我全部的自己给大家看。为什么老娘不能说我就是喜欢 BTS？ 对，就是为什么你要讲？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老娘喜欢 BTS？ 对，你为什么要觉得我很幼稚？我就喜欢 BTS。对，老娘就是幼稚，你想怎么样？反驳？等一下，因为你就是个孩子。你就是幼稚。对他是他完全就是，你就是一个幼稚，你就是一个任性的人，你就是幼稚，这样很好啊，这样很好啊，这样很好。但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这样超棒，因为我觉得人如果没有幼稚的话，你去想哦，你生命就这么短，就这么几十年，然后你还没有办法任性的话，看。超无聊的欸。你知道我在41岁的时候写了那个生日的宣言，就是我终于接受我的幼稚。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想活得像黄蓉，我到了这个年纪我想活得像老顽童。你不是想活小龙女吗？没有，老顽童。妈的，小龙女像我。你好意思讲这句话？你翻桌？没有，我觉得到底全身上下哪一点让你想到小？对，你 EQ 还是很低耶，没有翻桌，到底哪里让你想到小龙女？任何其他人，什么李莫愁都可以，小龙女哇嘞！然后我刚刚想到你真的像这个《神雕侠侣》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哪个？谁？大雕。翻桌还是多久？他刚刚说靠腰，没有，他就是大雕啊，他就是杨过想要去，就是培养过，对啊，培养过练剑的都是再来，对啊，到底是哪里像大雕啦？孤独求败，孤独求败是杨过，不是雕本身，因为雕本身很厉害啊，你知道 Sherry 在他自己的频道里面，你知道很有形象的吗？来这里被讲成大雕是什么鬼啊？烦死！我快笑死！人家好歹也是你知道吗？讲黄蓉讲大雕嘞，大雕真的是。我觉得为什么后面人笑得这么开心？其实我现在就一直在，妈的，在你们节目上就没有，老娘一直在想要接受我女性的那一面，你们完全没有激发我的雌激素，有，一直在激发我的睾固酮。没有，我有非常纯真少女的那一面，为什么没有让我展现出来？为什么没有让我展现这一面？我之前看你的影片，我就有感受到我少女的那一面吗？有，你老婆已经笑成这样，我有感受到，糟糕，不行了。我换个角度来讲是，我有感受到 you try to be nice， 他 try to be woman，you， 然后我后来感受到 at least you try。我有试着想要，我对 not be a full time bitch。我觉得 at least you try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是我真的感受到你对这个世间有爱。我觉得
我很高兴你看到这一点，因为第一点就是我看到我很高兴你看到我有 try，第二点是你看到我，这也许不是我真正的本性，因为我真的会担心，就是观众会觉得，哎，我就是这么柔和这样子的人，我不想要给大家有这样的误解，因为其实我是来自于蛮 tough 的 background， 我是想要慢慢接受我柔和那一面。这位小姐一直不停的在旁边笑，是怎样？我觉得一切都是误解。就是我试图想要接受我脆弱跟情感的那一面，然后我试图想要理解，就是我用理智来理解，可是我的情绪还没有跟上，可是 I am trying。这个跟我很早以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人必须要对自己有错误的期待，他才可以活得下去。人必须要有错误的期待。妈的，是我喝醉了还是你讲什么鬼话？这句话很有道理耶。我跟你讲，这句话超级有道理，就是如果我们对自己都没有错误的期待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或继续往前进的。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有错误的期待，譬如说我们当年把了一个女朋友或男朋友，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就是真爱，这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期待。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期待，你才有办法继续往下生存下去。懂。对，我觉得从错误跟失败中找到自我跟学习，对，我完全认同。妈的，你之前讲那个什么话我听不懂。喝酒，我懂了。喝酒 I get it now。我们醉了没啊？我们还没。等一下可以把那个 promotion code 还讲得出来。可以啊，没有，不用现在了，不用现在。我只是说我们到时候，我们等一下会更醉啊。就等一下，赶快先讲说，我们等一下要上不上随便你，爱上就上，不上就拉倒，就这样。我看到他在旁边发抖。不，这段剪掉。没有，我们calm down，我们为了要好了，我们老板在那里，calm down。老板现在已经心脏病啊，我们等一下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随便再乱讲话。好，我们现在calm down嘛 ，OK。但我其实常常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人世间有这么多的挣扎，这么多的纠结，你觉得 MBTI 对你来说，在你的纠结的历程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或是更了解全面性的，就是完整的自己吗？我觉得当你人生碰到关卡的时候，你开始愿意来看到自己的阴暗面，你愿意开始承担一些责任的时候， MBTI 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如果你还存在这个人为什么这个样子，我好讨厌他，我怎么样可以让他变得比较好，或者是我怎么样可以追到他的话，我必须老实说，我觉得 MBTI 并不是最适当的工具。因为 MBTI 我的教法是让你看到你的特质跟你的盲点，我看到我的盲点，我才知道我在关系中共创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老是吸引渣男？为什么老是没有办法被人家认可？为什么老是在帮人家擦屁股？就是 MBTI 可以让我看到说我的特质跟我不愿意看到的地方，我不愿意看到的地方，在我的潜意识，它隐隐约约，就像荣格说的，会变成我口中的命运啊！我的命就是没有贵人运啊，我就是没有桃花，我就是没有怎么样。我觉得 MBTI 对我来说，当初我做了以后，让我看到说啊，我是共创出来的。如果我要一直用这样的方式面对世界，我怎么能坐在那边说都没有人宠我，都没有人可以照顾我？我要用这样子的面貌面对世界的时候，谁要来照顾我？你这么悍，你觉得有人想要照顾你吗？所以这个事情是我共创出来，与其怪罪社会说怎么都没有找到这样的人，怎么我老公都没有这样对我，我是不是可以看到说我自己的行为，我自己的作为造成了我们两个的关系是成为这样的模样。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人生卡住，说为什么我讲话人家都听不懂，为什么老是吸引这样的人，为什么人家老是这样子， MBTI 是一个可以让你看到说为什么共创这样子局面的一个工具。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我觉得你很没有，可以听你一下吗？有没有在认真听？有，我有。接下来进行广告，那个进行这个很烦广告。好了，是不是？好了，广告的目的就是说，有兴趣可以去资讯栏看一下。好了，我们广告就到此结束。到此结束。认真，如果你对人生觉得有卡住，可以上；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没准备好，不要上也没有关系。我刚刚真的对你讲的这东西很有感触啊，因为我看到现在完全没有关系。微信人，你没有管老板，老板哭到爆，说到底是什么？实现最完整的自己。雪莉的 MBTI 全方位应用说明书，11月16号到11月16号到12月24号，限时低于4折。聊到很感性的时候，忽然说，对，这边有折扣码，我觉得是尴尬的。我们的 podcast 很有趣，因为我们常在分享一些人生的挫折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有一天有一个听众跑来留言说，以前我们听你们 podcast 的时候，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当年她都听不懂，她觉得为什么人要听这种靠北靠腰的东西。后来他跟女朋友分手了他突然就听懂了，他忽然所有东西听懂了。所以其实我到现在为什么说回去没有想要改变任何事情，就是说当初没有那种低潮，对不对？或者是难受。今天其实了解世界的角度是有局限的，就是我就不会想要改变什么事情了。我觉得也是到50岁，忽然到一个年纪，就觉得我懂了，所以需要走到这样子的低潮。I get it now。但是当下会觉得，为什么我这样做这种选择？我当初如果不回了台湾，我不会这么难受。就现在我理解了。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欲望，我们有很多的所求，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谅解，我觉得这都是超级合理的事情。如果你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么释怀了，对不对？就已经这么释怀了之后，哇靠，无聊完了，哇靠，那你接下来30年还需要活吗？就是完了 ，barbecue 了，真的，人生你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吗？对啊，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当年对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期待，我们有这么多的不解，我们有这么多的挫折，然后说为什么世界都不是我想象？我们才有办法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去感受到说，哇，这个世界其实有更多丰富的层面，更多饱满的层面，更有趣的事情，超出你的想象的东西。我觉得我人生一辈子，我有找过灵气老师，有找过 kinesiologist， 有找过咨商，有找过教练，就是每一次都是因为低潮才会去找。就是为什么人生这样子，为什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可是真的到了50岁，我才刚过50岁，我就觉得这一切，我真正的理解，这一切的低潮都是礼物。因为你没有在低潮，你没有那种 humble 的心，你根本没心学习，你没有嫉妒，你没有自卑，你怎么可以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千金难买少年贫。或者是千金难买早知道。真的，可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知道嘛，就是他有困难。所以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大家都说追求就是要做好人啊，或者追求成功啊什么，怎么没有人出来讲说妈的一切是一场空，然后很 specific 讲我当初是追求什么欲望，然后我当初是怎么样自卑，怎么样，然后我现在看清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频道对我来说是一个疗愈。当初如果有人早一点告诉我这样子讲，也许我不会那么痛苦。但也许有可能我们当初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这个人
对，我觉得当初年轻的时候看比较多情感面的人，但是你知道我是理智的人，我看到情感面的人，我整个人就关机，就是又是好像情绪很丰富的人，对，所以我就想要从一个比较理智的人出发，就是说，嘿，其实你有情感的。其实你也有难过的，就是我们怎么在目标导向后面看到其实我们的脆弱，就是我期待就是有比较所谓的理性的人可以出来跟大家讲说，妈的你就是脆弱的 and it's fine。我们对别人的爱其实来自于我们希望自己的对待跟我们自己的投射。可是我讲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理论，其实你自己完全就是你刚刚说你自己完全感受到爱的时候，其实一切都你不会太在意。我那天去带我儿子去咨商的时候，咨商师跟我讲一件事情，又让我又想哭了。就咨商师就说，你儿子知道别人不喜欢他，可是他没有被这个事情影响，因为他觉得他在家里有足够的爱，所以他觉得这些人，他觉得人家说nobody likes you， 他觉得那是他的 opinion， It's okay， 不是事实啊，因为明明就是有人爱我，那是一个观点，不是真实。所以他虽然听到没有人喜欢我，你这样说我难过，可是难过归难过，我不觉得这是事实。It's not a fact。其实人的基础就是我有感受到我被爱跟尊重 from somewhere。有人，不管是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我的伴侣，有人是完全接受我的，其他事情都是小事。所以感受是真的，感受是真的，其他事情都是小事。这是就像你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诠释，这是你的想法而已。我不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是你觉得我没有人爱，我还是有人爱，我感受到有人爱我。所以我儿子那时候这样跟他的咨商师讲，我就觉得 OK， 所以我就继续做我可以做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外在的世界，控制不了。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讲，因为我曾经就是一边洗衣服一边在阳台他妈抽烟的哭，然后就想说我怎么办？就是我女儿，我小时候曾经问她说，姐姐你有没有很觉得妈妈这样子你很骄傲，就是你知道妈妈是一个你知道自主的女性，就我女儿看着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根本不快乐，为什么要过不快乐的生活？你知道那个时候她还很小，对我来说就是 hello， 就是我所谓的成就对我女儿来说只是不耐烦跟不快乐。我一直觉得你看我对女儿多帅一个榜样这样子。那我从我老二的身上看到，就说有的时候人生不要过得那么用力，我就是做我自己要的，然后别人可能会给你一些协助，就是贵人会直接自己过来。可是人家喜欢不喜欢 whatever， 就是对，这是我觉得我想做的。我二女儿就是说，我就做自己的，反正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很认命。她最长的口头禅就是随便，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来没有说随便过，因为我就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很 specific。我二女儿从小的口头禅说随便，我就看到说随遇而安的可贵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3个小孩每一个都是老天爷派来的天使，告诉你说小姐，你给我看清世界上面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来提醒我的啦，就是说他妈的不派个小孩来，你是看不清楚世界的事实，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是这样，每个小孩都是我的镜子，都是来提醒我说，你看看人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这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在25岁到35岁的时候，我们有辛苦的，我们有好多的欲望，我们好多的想象，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跟着我们的想象去走。我们对这个社会好多的期待，我们对他人有好多的期待。但我们很多时候少的一件事情是，那我到底期待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期待我自己要长成什么的样子？大部分时间其实缺乏的是这个东西啊。
缺乏的是向内看嘛，对不对？缺乏的是向内看，向内看一直以来都是。因为社会上有说做妈妈应该怎么样子，做老婆应该怎么样，做老公应该怎么样，太多的应该了。Fuck it， say fuck it， 就是我的定义，我自己来。就是大家外面都是参考值，我自己来，对不对？我觉得只要你願意開始自我覺察，是不是這個課程其他的方式，我覺得都 OK。It doesn't matter。我覺得最終，我希望的社會是我們可以看到自己脆弱的那一面，你可以接受自己脆弱的那一面，你才可以有社會的多元共融。你沒有辦法看到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接受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沒有多元共融這件事情，只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只是做的表面而已。你接受自己全部的面向，你才可以接受所有的人。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好，你覺得你脆弱的點是哪？我覺得很多，我怕別人不肯定我，我怕我兒子不要講兒子，我的孩子不被社會接受，我擔心他們不被社會認可，就是很多事情，我恐懼的事情多的了，我真的恐懼的事情多了。我覺得更多是我小孩，因為我自己受傷，別人抨擊我可以控制，可是我的孩子我會擔心。你想要保護他？我一部分想要保護他，一部分我的理智告訴我自己，就是他們自己的路。好，所以我在這裡有一些掙扎。所以到底愛是什麼？就愛是你閉上眼睛可以感受到，就說其實有人愛我，有人珍惜我，有人看到我的存在，我在這世界上是有價值的。我覺得這個是，就是你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說，我知道我是有價值的。我覺得這可能是我想象的愛吧，我存在是有它的必要的，我是世界的禮物。